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程毅零更新双男主亮相，两京15日剧情悬疑升级，这对组合能否拿下年度爆款？你敢信吗？古装权谋剧都快成了国产剧的流量收割机，可真正能炸出圈的，几年能有一部？每年平台排片表花里胡哨，结果看下来全是熟悉配方。皇子夺嫡，妃子斗法，主角光环全程开挂，反派脑子集体掉线。这剧本腻到牙疼，说白了就差直接在屏幕上打字幕，观众图啥呢？这不就是冲着狗血来的吗？不过今年这局面有点变天的意思了。爱奇艺突然甩出两京15日，这阵仗一摆出来，网友第一反应就是内娱还会憋大招。马伯庸原著，张黎导演，程毅和林更新双男主，这配置不光豪华，是奔着年度剧王去的。就问还有谁能打？有豆瓣老粉直言，这剧只要别烂尾，稳进历史 TOP10。你细品，如今敢这么高调宣发的，真没几个了。说回正题，两京15日改编自马伯庸同名小说，核心故事极简淡刺激。明代洪熙元年，太子朱瞻基南京遇刺，宝船被炸，人差点命丧黄泉。同时，北京那头皇帝病危，汉王磨刀霍霍要篡位，朱瞻基手握生死牌，要在15天内狂奔2200里，从运河南下北上，杀回北京，否则命没了，江山也没了。这设定像不像逃亡版《速度与激情》？只是这里没有肌肉车，有的是人心险恶和江湖暗涌。全程无废话，无注水儿女情长，也不卖苦情煽情，就是纯粹的逃亡加解谜加反杀。你以为是历史正剧，其实更像一场古装公路冒险片，每一部都有坑，每集都埋雷，看得人汗毛倒立，就怕主角下一秒就凉了。说白了，这才是权谋剧该有的紧张感。可笑的是，现在多少权谋剧还活在套路里，不是宫斗狗血凑时长，就是主角满级穿越开无敌挂，对手智商跟筛子似的，你追几集就知道结局，无聊得很。两京15日偏偏逆行而上，把真实感当命根子往死里抠。马伯庸从史书40字挖出一口老料，把漕运、党争、市井江湖一锅炖。再加上张黎导演那股讲究劲儿，实景搭建码头场景，每件服饰细到领口褶皱，没有美颜滤镜遮羞布，更不玩浮夸造型，一股大明烟火气扑面而来，还带点肃杀味道，这就是质感。当然，还有最狠的一招双男主设定，程毅演的朱瞻基不再是以前那些完美太子模板，一开始软糯稚气，被逼跑路后泥里打滚，饿肚子顶风雪，在生死线上剥掉所有娇贵壳，一步步硬核成长为稳重帝王，那种变化让人忍不住点赞。而林更新彻底甩掉偶像包袱，上来就是个身世迷雾缠身的小捕快吴定元，看似吊儿郎当，其实身手一流，心思缜密。两个人一个贵胄，一个草根，对手戏火花四溅，同框都是名场面，不吹牛皮就是有化学反应。不过最戳人的还不是这些热血桥段，而是全员都有血有肉，不止主角成长线饱满，就连配角也没被当工具人糊弄。朱瞻基一路奔逃，看见百姓苦难才明白啥叫帝王之责，不是在深宫享福，而是要守天下。吴定元挣扎于忠义和绅士之间，把执念放下才能找到自我。这些人物弧光比千篇一律爽文爽得多，所以才有观众留言，终于不是低配《甄嬛传》，这次不刷脸谱套路。再看看网上舆论风向，有人早就在超话蹲点直播追进度条，主角团智商在线，不靠降智反派衬托服化道，良心到离谱，请内娱都抄作业好吗？豆瓣8组、知乎热议都是一句话：别再浪费好题材，
好演员就该拍这种剧。其实这么多年行业乱象都看麻了，你翻翻过去爆款清单，有多少注水拖沓烂尾之作混进来？观众眼睛雪亮，那些敷衍色泽早晚会翻车。2经15日敢把质感顶在脸上，自然赢得尊重。当然，也有人唱反调，是不是又过誉？高开低走怎么办？这些声音一点不新鲜，要么是真粉担心，要么是隔壁戏精酸葡萄。但说到底，好作品自带免疫力，只要内容扎实，经得起时间和口碑检验，年度剧王这个帽子扣得住还是掉链子，全靠后期发力。不过现在来看，2经15日至少给行业打了一针强心剂，让人看到古装权谋还能这么玩。说到底，这年头谁还信什么爆款玄学？所谓年度剧王的席位，从来只留给有备而来的狠角色。2经15日用故事撑起门面，用阵容坐镇底盘，用制作细节立住骨架，该有的都有，该拼的不含糊。它既能让权谋党飙心跳，也能让普通观众看得过瘾入迷，所以才会变成全网预定视听盛宴。讲真，现在古偶同质化严重到快分不清谁是谁，好演员好班底更稀缺成奢侈品。2经15日这种诚意之作，不仅救活了一池死水，也许还能带活整个赛道。诚意与林更新强联手，马伯庸与张黎金牌组合加持之下，只要别中途塌房或剧情崩盘，这波爆款预定妥妥没跑。对于一年四季剧荒症患者来说，今年终于等来一部值得熬夜追的新神作。说多无益，就等它上线，看它如何撕开国产权谋的新口子吧。综合来看，2经15日确实具备成为爆款的多重前置。紧凑的叙事结构，扎实的原著基础，成熟的导演团队，以及具有张力的演员组合。但与此同时，它也面临着结构复杂、节奏控制难度大等现实挑战。成败之间，往往只在毫厘之差。或许可以这样说，这部剧已经站在了爆款的门槛之上，但是否能够真正迈过去，还需要时间与观众的检验。如果它能够在节奏、人物与结局3个层面同时做到稳定输出，那么年度剧王并非遥不可及。反之，一旦出现明显短板，也可能沦为又一部高期待低回报的作品。在国产剧不断寻求突破的当下，2经15日的意义或许不仅在于一部剧的成败，更在于它所展现出的创作方向，回归故事本身，尊重观众体验，以内容为核心驱动力。无论最终结果如何，这样的尝试本身就已经值得被认真对待。